吃了啊，这还得拿，直接给他们家族产的红葡萄酒啊！你说这咋好意思啊？又吃又拿，牛批！咕咕雷扎米识途的小可爱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Yupi，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呢，我是在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农村吃席的第3期了。说到勃艮第地区哈，懂行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了。今天这个吃席哈，就和红酒哈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就要在当地贝桑瑟洛家族的葡萄园里吃席啊。贝桑瑟洛家族呢，于1650年就在勃艮第种植葡萄，并且酿酒。整个酒庄无论是葡萄的采摘、酿造，还是最后的售卖啊，都是由这个大家族来完成的呀。想要上桌吃席啊，可没有那么容易啊！看看我后面的这些人儿啊，今天我要下葡萄田里去摘葡萄，换这一顿吃食儿。你看看，这是他们刚刚收起来的葡萄。现在秋天了嘛，已经到了葡萄采收的季节了。来了，包工头发工具了。Je mets un seau pour deux. OK，merci。桶子一拿，剪刀一剪啊，那感觉来了哈！这一下怎么突然来那么多人？都是要来做主桌的吗？这是。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了葡萄园里哈，看看这下面全都是葡萄，看见没有？这个呢，就是勃艮第地区非常出名的黑皮诺葡萄种。黑皮诺这一个品种呢，是勃艮第地区最出名的葡萄种，也是勃艮第地区种植最为广泛的红葡萄种。但是呢，这个葡萄啊可娇气了，就是它的毛病特别多，非常难伺候啊，而且它会随着年份、土壤、湿度、空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味道。黑皮诺这一个品种的葡萄呢，通体呈紫色啊，在阳光下的时候，很像一颗一颗的红宝石啊。它的叶片呈鸡冠状啊，然后背后呢有一些细细的绒毛。之前还有小伙伴说，哇，这捡葡萄赚钱哦，然后让来捡葡萄。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啊，因为你全程要这么俯身在那儿捡。我只是来搞笑的啊，你看都挺麻烦的，还别说那种人家专业的工人，一天别人要规定你要捡多少量呢，捡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这种捡下不小心掉到地上的葡萄啊，农场主说也不能浪费啊，全都得捡起来啊。法国勃艮第地区的黑皮诺酿造的葡萄酒呢，是世界上均价最高的红葡萄酒啊。比如说著名的那个叫什么罗曼尼康帝，这个酒就是来自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看着就很想吃啊，这个味道。刚才贝桑瑟诺家族的一个小朋友啊，应该孙子辈儿的吧，然后告诉我这个葡萄很好吃。果然很甜，我感觉有一种花香的味道掺杂在这种果味里边。算是我吃过味道比较特殊的一种葡萄了。咱们国内不是有一个葡萄叫什么玫瑰香吗？估计就那意思。当这么大一筐葡萄采收好了，在这么大一个葡萄园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喊出一句“巴尼”，然后呢，就会在这个葡萄园中呢，就会有专门背这种大篓篓的人然后过来收这样的葡萄。哇哦 ，OK， merci， 是不是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好累，那个背大兜兜的人好累。Donc on est au domaine Besancenot, on est un domaine familial depuis 6 générations. On travaille sur 10 hectares de vignes, donc sur Beaune, comme vous pouvez voir. Et on a donc des appellations en premier cru, où on est en ce moment dans les 100 vignes. On est vigneron indépendant, donc tout ce qu'on récolte, ce sont nos raisins, on les vinifie et on fait tout ça au domaine, ainsi que l'embouteillage et l'étiquetage. Donc je vais vous expliquer comment savoir qu'un raisin est mûr. Donc on va venir prendre le raisin, l'écraser et donc regarder le jus à l'intérieur et sa pulpe. Et on va aussi regarder donc la couleur du pépin et voir si elle est bien marron. Plus elle est marron, plus le raisin donc est mûr. Voilà. 我是最后一波，你看所有人都来帮我来了。哇，结束了。c'est bon。哇，
丰收的喜悦。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成果，那么多葡萄，哎，也没忙多久，1个多2个小时吧。摘了葡萄的手，全是糖水啊，甜汁儿。捡完了葡萄，咱就可以吃一点面包先。还能用喇叭来演奏，厉害了。然后这边呢有一些肉酱，这个呢在法国也比较常吃，用法棍呢夹一些用猪肉或者是鸭肉做成的这种 tahine。哎呀，摄影师这是开张的嘛，别人的就嗷嗷吃是吗？就很简单的味道。那个 tahine 就是那个肉。怎么说呢？这种应该叫肉冻吧，法国肉冻，它里面放了一些肝脏啊，所以就配上这个面包，其实是更加风味更好的。大家都整饿了，再来点他们自己产的白葡萄酒。哎呀，这生活美滋，Messi， 这生活美滋滋。这摄影师啥事儿也不干嘛，这一上午还又是吃又是拿的这。葡萄咱们收完了哈，小吃咱也吃了，现在咱就去看看他们的葡萄酿造工艺，看看我们刚刚采收的葡萄啊，现在就要开始第1道加工了，开始了哦！哇，这是现在就要进行酿酒的第1个步骤啊，筛选。这个步骤呢，会把腐烂和干枯的葡萄或者是叶子、叶柄都清除啊。每年葡萄收割的时候，贝桑瑟诺家族啊，全家都会出动啊，老爷爷、青壮年全都出动了。当这些葡萄进入这个机器以后呢，现在进来呢就是一个脱籽，还有脱梗的一个步骤啊。你看，这全都是脱下来的葡萄梗，这边是脱下来的籽啊，全是用机器来操作。在以前呢，这个筛选的步骤呢，都是由人工来完成的。但随着这时代的进步啊，现在这个筛选步骤大多都是由这样的机器来完成。这就是去了梗、脱了籽儿的葡萄了。到达这一步，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步骤啊，冷静制。直接用起重机把筛选好的葡萄倒入冷静制的池子当中。经过了庄主的同意哈，他让我可以上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冷静制的池子，让我带兄弟看看啥情况，里边是看看啊，里边长这样，这少的了还没满，一会儿还会倒一些葡萄进去。在这个冷静制的池子边上呢，有一个这样的铁板啊，大家猜一猜这个铁板的作用是什么呢？给你们3秒钟作答时间。答案揭晓哈，这是一个制冷的工具。冷静制的温度呢，需要恒温到4到15度之间啊。每一个酒庄冷静制的时间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几天，有的是几个星期。贝桑瑟洛家族的冷静制时间呢是3个星期啊。冷静制的时间越长呢，它的果味就越浓，酒的颜色呢也会越深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它的酒窖里看一下。哇哦，哇哦，我天，全是酒，看见没？在我旁边呢，这些都是法国橡木桶啊。在法国呢，比较好的酒庄，他们酿造比较好的红葡萄酒的时候，在熟化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把红酒注入到这样的橡木桶中。在全球呢，一般使用2种橡木桶，一种呢是美国的橡木桶，另外一种呢就是法国的橡木桶了。法国的橡木桶在熟化的过程中呢，会带给红酒一种烟熏的坚果的风味，而美国的橡木桶呢，更多的是带给红酒一种椰子或者是甘草的香味儿。红酒在橡木桶中的熟化过程呢，可以达到几年，甚至是10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每一年呢，红酒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啊。所以说呢，一些品酒师呢，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把这个红酒取一些出来尝啊，达到最好风味的时候呢，这个酒就可以开封了。Après la vinification, vous avez vu juste au-dessus, nous laissons donc 20 mois en fût le vin. Et après, au bout des 20 mois, nous venons assembler les fûts ensemble de la même appellation et nous les mettons en bouteille juste après.
这些酒呢都是藏酒啊，年份呢大约是16年到20年左右的。这些酒呢现在都还没有打任何的标志或者标签啊，等着出售的时候呢才会打上标签啊。好了，葡萄酒的酿造过程哈，咱们就已经参观完了哈。现在终于开始进入我最喜欢的环节——吃席。Merci。OK， 哇，看看这是餐前小点，做的好精致。你看这个还有三文鱼，尝个这个三文鱼啊，好吃。我再尝一块，再来一个这个奶油的，撒了一点辣椒面嘛，这是。哎呦，又来了，再来一块。这是餐前的吧？不会就给我们吃点这玩意儿就完事儿了吧？啊，劳动一天。是番茄混合了那个橄榄的那个风味啊，还可以。就是这个面包太多了，那么厚的面包只吃一个就饱。Donc sur le domaine, moi je suis la 6e génération. Et donc on a 10 hectares. Donc il faut savoir qu'en Bourgogne c'est classé en régional, village, premier cru, grand cru. Et sur ces 10 hectares, nous on a 6 hectares en premier cru. Normalement en Bourgogne, le classique, le régional comprend 55% de la production. Les villages c'est 30%, les premiers crus c'est 10% et les grands crus c'est que 1% de la production mondiale. 贝桑瑟洛家族的庄园呢，其实并不大呀，他们只有大约10公顷的葡萄园，但是有6公顷啊就被评为了 Premier Cru， 也就是1级葡萄啊，这个占比呢是非常高的啊，在当地。好了，开餐呢，看看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啊？这应该是前菜吧，沙拉。勉为其难还是跟摄影师舀一盆吧，干啥不行，干饭第1名。Merci。哎，有pas de souci, merci。贝桑瑟洛家族的葡萄园每年产65000瓶葡萄酒啊，但是呢，只有5%用于出口啊，出口的国家只有3个，就是咱中国、加拿大还有英国啊。哎呀，虚惊一场啊！终于午餐来了，赶紧吧，兄弟们干饭了！哎，还吃的是米啊，哎，很好。然后再来点，这是啥啊？这是炖牛肉吗？蒸起来，可以的，加点糖在高头。这个主菜啊，看上去啊特别的香野啊。你想吃多少随便舀啊，那几大高压锅，咱吃饭真的得吃热的。你说那冷的那一堆拿吃进去，我都感觉吃不饱。你看像这种农村菜吧，虽然长得比较朴素啊，但是我觉得它是烟火气最重的食物啊。我也比较喜欢农村菜。你看在这种氛围之下，感受一下大家在这儿聊天啊、喝东西的这种感觉，很不错啊。法国人的餐后啊，必须来一盆奶酪啊！这儿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很多法国的奶酪啊，他们的名字呢，其实都是地名啊。比如说贡代啊，它是贡代大区的奶酪。然后比如说还有那个 Roquefort， 就是蓝纹奶酪，它也是一个地名啊。这就是今天的甜点了呀，巴纳沟大吧，意大利奶冻。好了，今天的农村吃席呢就结束了呀。其实呢，大家谈到法国红酒啊，很多人都会想到波尔多。但是呢，其实，在法国呢，一些鉴酒老饕们的眼里啊，勃艮第的酒呢，它更加的受欢迎啊。今天的整个流程下来呢，是49欧啊。我个人觉得呢，只要跟酒沾边的那个价格，肯定是便宜不了的。但是呢，吃的也好，还有我了解到的这些知识，还有亲自去采摘了葡萄，我觉得这个体验都是很棒的。好了，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溜，拜拜。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哟。